大家好，我是龙儿。今天才知道在冰箱里面放一个塑料瓶，作用真的太厉害了，解决了家家户户的大难题，一年能节省好几百呢。看完今天的视频之后，你也赶紧回家试一试吧。冰箱大家都非常的熟悉吧，它是我们生活中特别常见的家用电器。它的用处也非常的多，可以用来存放我们的瓜果、蔬菜、剩菜、剩饭，还有一些点心。除此之外，还可以用于冷冻。尤其是炎热的夏季，很多人喜欢吃一些冰激凌啊。这样有了冷冻室之后，我们可以一次性多买一点，冻起来随用随吃，就非常的方便了。还有我们的这些吃不完的水果放到冰箱里面就不容易坏，可以保存很长的时间。由此可见啊，冰箱在我们生活中起到了特别重要的用处。虽然说它给我们带来了许许多多的方便，同时呢，它也特别耗电。如果咱们的冰箱使用不得当的话，一个月要交许许多多的电费呢。因为咱们的冰箱和家里面其他的家电有所不同，其他的家电虽然也要用电，但是呢，只要我们把电源断掉后，那么就不会再费电了。而冰箱有所不同，想要它起到作用，那么我们必须24个小时保持通电。一旦断电，那么冰箱里面的肉啊、瓜果蔬菜啊、剩菜剩饭啊，立马就会坏掉了。尤其是这些冰激凌、冰镇的东西，立马就会融化变质。因此呢，冰箱啊是一刻都不能拔电，必须处于一个通电的状态。但是我们现在用到的冰箱基本上都是变频智能的冰箱，它可以自动调节。当冰箱里面的温度比较高的时候，这个时候就比较耗电，因为它要加速运转，不停往外面散热，以保证冰箱里面处于一个比较低的温度。那么我们到底有没有办法让冰箱在正常运行的条件下不那么耗电呢？甚至只耗平时一半的电呢？这个问题你就问对了。从老电工那里学来一招啊，真的非常好用。这个方法我家一直都在用哦，今天就分享给大家，一年下来能节省好几百电费呢。在此之前，我们需要准备一个家里面的塑料瓶，大的、小的、高的、圆的、胖的、矮的都可以，正的、方的都行。我们用水把它清洗干净，然后往里面灌入适量的清水。像这种的塑料瓶啊，家家户户都有那么几个，平时用完就直接扔掉了，那样也太浪费了。其实它在我们家庭中有许许多多的用处，比如说今天的这个用处就比较值钱，也特别的实用。把水装好后，我们现在把盖子拧紧。如果你的瓶子是从垃圾堆里面捡来的，那么一定要用清水把它洗干净哦。水呢，不要装得太满，大概装到瓶颈的这个位置，距离瓶口处大概还有2公分的距离。这个时候水位线就刚刚好。除了水位线有所讲究之外，对于瓶子的材料也是有要求的，千万不能用玻璃杯或者是钢的、铁的这些杯子哦，一定要用这种的塑料瓶。如果用玻璃瓶的话，容易造成安全隐患。水装好后，我们现在把装满水的这个塑料瓶放到冰箱里面冷冻起来。一般情况下我都会选择在晚上放进去，第二天呢就可以开始用了。这个是我之前冻好的，所以呢我们就可以先把之前冻好的瓶子取出来，先利用上，将这个继续冻起来，可以循环来用。怎么用呢？非常简单，现在我们就可以把冻好的塑料瓶放到我们冰箱的保鲜层。保鲜层它的温度比冷冻室要高许多。一般情况下，当我们的冰箱里面保鲜层的内部温度过高的时候，冰箱就会加大功率运行，以便达到将冰箱里面的温度降低的目的。而当我们冰箱里面的温度降低之后啊，这个冰箱它就不会加速耗电了，因为它会自动识别，感觉冰箱里面的温度正是处于一个比较低的温度，这个时候它就会停止运行。当冰箱停止运行之后，那么自然就会停止耗电。当我们的这个瓶子里面的冰完全溶解之后，我们又可以把刚才冻好的那个瓶子
交替循环使用。这样一来，既可以保证咱们冰箱里面处于一个比较低的温度，同时还可以节约一大部分的电费。长此以往，1年下来可以节约好几百呢，是不是非常的不错呢？除此之外，咱们冻好的这个冰冻瓶子，平时还可以有其他的用处哦。不仅可以放到冰箱里，我们还可以把它绑到电风扇上面，这样呢，电风扇在吹风的过程中就不会出现越吹越热，吹出来的风都是烫的这种情况了，反而吹出来的风凉飕飕的，感觉比空调还要凉快呢。这个方法在之前和大家分享过，看完今天的视频之后，你也赶紧回家试一试吧。那么本期的视频分享就到这里了，咱们下期视频再见，拜拜。